1968年1月，韩国警察署设置在青瓦台北部的一处岗哨，拦截了31名身份不明的人。这31人身穿韩国军队制服，证件齐全。领头人声称，他们是韩国的反情报人员，现在需要前往市区汇报任务。岗哨士兵没有发现破绽，便给这31人放行了。但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些人并非什么韩国反情报人员，他们是31名朝鲜特工。朝鲜挑选出这些特工，是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，刺杀韩国总统朴正熙。朝鲜半岛上的2个国家一向水深火热，摩擦不断。进入60年代之后，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。朝鲜始终想要完成对于半岛的统一，可是韩国早就另立政府，还有西方的支持，通过武力完成统一显然有很大的难度。而且50年代的朝鲜战争过去之后，朝鲜已经找不到武力统一的机会，所以只能考虑其他的手段。朴正熙上台之后，朝鲜方面认为机会来了。朴正熙手腕强硬，对政府操控力很强，而且还有军方背景。客观而言，朴正熙在任对韩国政局的稳定起到了不小的作用。那么假如朴正熙突然死掉，韩国会不会陷入内乱？答案几乎是肯定的。所以刺杀朴正熙的计划便在朝鲜政府这里渐渐成型了。可是刺杀总统，这不是小打小闹，光是接近朴正熙就是很大的难题。朴正熙身边有无数的警卫保护，而且他大部分时间身处保卫严密的青瓦台，朝鲜的刺客怎么实现接近和刺杀的过程呢？虽然想想就觉得不可能，但事在人为。朝鲜很快从精尖部队之中筛选出了一批素质出众的特工，安排他们秘密地进行集中训练。训练内容囊括了射击、柔道、跆拳道、刺杀、剑术、格斗，甚至还有地形分析。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，朝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把刺杀的地点定在了看起来最不可能的青瓦台。朝鲜方面的思路是，虽然青瓦台守卫森严，但是只要熟悉地形，在携带武器的情况下，完全有可能进入，而换了其他地点，反而无法保证一击即中了。为了保证刺杀万无一失，朝鲜竟然不惜血本，在特工们的训练基地依照图纸1比1复刻了一个青瓦台。特工们要在这个模拟的青瓦台之中反复练习，将地形记得滚瓜烂熟，包括每个房间的布局以及警卫分布都要熟记于心。这样的训练持续到了1968年1月，朝鲜方面认为时机已经成熟，决心将层层筛选出来的31位特工派出去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。大致的计划是这样的：31人沿着边境线的深山老林，经过已经冰封的临津江，进入韩国境内。那里的边境线是驻韩美军第2师负责把守的，非常松懈，完全可以直接剪开铁丝网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去。混过边境线之后，当地有特工接应，会给这些朝鲜特工提供韩国军队的制服、肩章，还有所需的一切证件。到时候朝鲜特工只要冒充韩军，就能直接瞒过岗哨，进入汉城，潜伏在青瓦台四周。到了1月8日晚上，他们就按照计划对青瓦台发起攻击，目标是击毙韩国总统朴正熙以及青瓦台内的其余官员。至于脱身之策是这样的：在刺杀朴正熙之后，特工们可以伺机抢夺韩国军车，趁着朝鲜方面没反应过来，向北撤退，等待朝鲜方面的接应。当然，所谓脱身只是说说而已，人们心知肚明，只要青瓦台枪声一响，特工们是没有机会再活着出来的。不过敢接受这个任务，他们也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如果为朝鲜半岛统一立功，牺牲似乎也算值得。而且计划前期异常的顺利，31个特工一路过关，没有人怀疑他们。他们几乎以为这次计划必将成功了，但实际上这只是朝鲜特工的一厢情愿。早在他们出现在韩国山区的时候，附近几个韩国农民就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因为在这样的深山老林之中，忽然出现几个韩国士兵，未免太诡异了。几个农民想要通风报信，不过朝鲜特工很快追上了这几个农民。但是在这种必须斩草除根的时候，朝鲜特工却没有对这几个农民怎么样，反倒把他们放了回去。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朝鲜特工不想伤害无辜，其次则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自信，以他们的速度1小时就能走出山区，等这几个农民报信回来，他们已经走到汉城了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韩国军队接到几个农民报信之后，立刻封山进行搜索。可是时间已经晚了，
31人组成的刺杀小队就这样一步步接近了青瓦台。令他们兴奋的是，就连青瓦台附近的岗哨都没有对他们表示强烈的怀疑。直到他们接近了最后一个岗哨，此处执勤的警员名叫郑宗珠，这是一个相当敏锐的警察。最初郑宗珠没觉得有哪里不对，直到在要求31人出示证件的时候，郑宗珠偶然向下一瞥，看到了几个人脚上的鞋子，那是黑色的胶鞋。在朝鲜军队里，这种胶鞋很常见，但是韩国军队已经很多年不配发这种黑色胶鞋了。郑宗珠内心警铃大作，立刻拦下了这些人。这时候朝鲜特工也意识到情况不妙，他们一边搪塞着来自郑宗珠的盘问，一边打算直接闯过警察岗哨。混乱中，郑宗珠眼疾手快，给上级打去了电话。中路区警署署长崔圭直火速开车赶到了现场。崔圭直从车上跳下来，他同样注意到了那些不寻常的黑色胶鞋，于是他立即拔出了手枪，厉声喝问眼前这些陌生人到底从哪个部队来，有什么目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朝鲜人决定提前发起攻击，毕竟他们的身份马上要暴露。他们也举起枪，毫不犹豫地对着崔圭直开了枪，崔圭直当场中弹，倒在血泊之中。朝鲜特工没有理会崔圭直等人的阻拦，他们几乎不顾一切地冲向了青瓦台。距离如此之近，他们还有机会殊死一搏。但是此时韩国军警也早就被惊动，大批的警车很快朝着枪声响起的方向包围了过来，青瓦台前的道路一瞬间混乱不堪。更严重的是，当时街上还有不少平民，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然而双方很快展开了火拼，平民的安全无法保障。在激战之中，朝鲜一名特工投掷的手榴弹命中了公交车，导致20多名无辜乘客受伤。当然双方的兵力悬殊，经过一番激战，青瓦台附近的朝鲜特工被控制住，可是还有一部分逃离包围圈，仍在汉城游荡。虽然总统没有受伤，可是这些潜逃的朝鲜特工随时有可能发起第二次自杀，所以韩国方面不惜血本，出动了2个师的兵力进行了全国大搜捕。很快散落在其他地方的朝鲜特工或是被俘，或是被当场击毙。1月29日，韩国军队在坡州山附近击毙了最后发现的6名朝鲜特工之后，宣告了搜捕行动结束。这次刺杀行动是完全的失败了，朝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31名特工之中，1名被俘，29名被击毙。不过还有1个幸运避开搜捕，成功回到了朝鲜境内。而韩国这边也说不上大获全胜，虽然他们阻止了刺杀行动，但是在捉拿朝鲜特工的过程之中，韩国军方有26人死亡，66人受伤，还有2名驻韩美军也被朝鲜特工枪杀。如果看伤亡比例的话，甚至韩国才是损失更惨重的那一个。这样一桩大新闻自然轰动了全世界，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关于刺杀的细节，韩国对此非常恼怒。无论如何，一个主权国家被邻国特工神不知鬼不觉地混了进来，还差一点让总统遭遇意外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为了找回面子，韩国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对朝鲜的最高领导人也进行一次刺杀行动。而且这次计划完全照搬朝鲜，朝鲜在秘密基地进行特工训练，韩国便也在远离人烟的石尾岛搞了特训。朝鲜派出的是31人，所以韩国这次挑选的特工也是31人，目的就是要报复和羞辱朝鲜。但问题在于，相比之下，朝鲜尽管功亏一篑，却也是认真在做计划。韩国的行动却有些胡来的味道了。在刺杀一事暴露之后，朝鲜方面料到韩国会心存报复，所以加强了警戒，想要复刻朝鲜特工混进韩国接近青瓦台的行动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。韩国军队里也实在没有愿意去送死的人，所以最后韩国居然别出心裁，找了31个死刑犯上岛接受培训。这些人上岛之前签下了生死状，韩国政府承诺只要完成任务会赦免他们全部的罪行。对这些犯人而言，左右也是一个死，何况他们也无权反对政府的决定。就这样，一群死刑犯稀里糊涂成为了执行刺杀任务的特工。随后他们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特训。但是相比于朝鲜的正规训练，韩国所做的说是虐待也不为过。死刑犯本就没有人权，负责训练他们的韩国军队也只要求完成任务，不在乎他们的死活。所以他们在没有任何军事训练基础的情况下，被迫接受了跳伞、爆破、射击等一系列危险的训练项目。
由于韩国没有做足够的安全措施，所以有7个受训人员在此过程中不幸身亡。总之，经过了一番堪称荒唐的特训，这些所谓的特工终于熬到了出任务的日子。正当他们摩拳擦掌，打算用立功换取自由的时候，一道命令把他们打回了原形。韩国政府的命令来了，但不是进攻，而是取消任务。所有的特工都傻眼了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在7个月之后，政府忽然下定了这样的决定。而这其实取决于国际关系的变化，一次又一次的矛盾冲突并没有给朝鲜和韩国带来实际的利益。韩国方面渐渐意识到，如果始终与朝鲜保持这种僵硬的关系，对自己今后的发展不利，所以双方都开始寻求缓和，而这样一来，刺杀计划自然要被搁置。对于韩国政府来说，这7个月的损失算不得什么，但是对于岛上那些已经训练了7个月的特工而言，迎接他们的是另一种暗无天日的生活。因为韩国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们，他们的存在是见不得光的秘密。于是曾经负责训练他们的军队抛弃了他们，只留下18人负责监视。韩国政府给他们的物资也越来越少，最后这些人不得不在岛上自己砍柴生火取暖，靠捕猎来维持生存。韩国政府就是打算让他们在这座孤岛上自生自灭，等到他们死去，一切将无人知晓。但是这些岛上的囚徒们也不愿坐以待毙，在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弃子之后，他们决定冲出这座孤岛，和韩国政府进行谈判。他们过去受到的训练竟然在这一刻起到了作用，他们通过武力控制了岛上负责监视他们的18名士兵，随后抢劫了船只，来到了仁川登岸。在仁川，他们又劫持了行人的车辆，随后不管不顾地冲到了首都汉城。韩国军方很快被惊动，于是离奇的一幕发生了。上一次刺杀案还没有过去多久，青瓦台附近又上演了一次激战，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角却完全都是韩国人。半小时之后，韩国培养出来的这些敢死队员被悉数击毙。这些人可能也不会想到，自己不是死在朝鲜人的手中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手中。敢死队员的死也意味着刺杀案这场闹剧终于画上了句号。然而两国之间的恩怨却并不会就此结束，扑朔迷离的国际关系依然是潜藏在朝鲜和韩国边境线上的最大危机。